又有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部长反对英国海军在南海刷存在。为什么我们总能看到这类互相矛盾的消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相信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具体说差不多是1周以前吧，我们就能看到网上出现一个报道，说是美国怂恿英国航母编队闯入中国12海里领海。我们现在在网上百度一下，搜一下标题，美国怂恿英国海军，我们还能看到这个消息仍然在传。到今天为止，我看看几小时之前还有不断的有人在传这个事情，各个公众号各自媒体都在写。写的文章呢是或长或短，有的呢就是简单说一下表个态，我们坚决要反对。有的文章呢就介绍的非常之详细了比如一个著名的公众号就是说美国如何献出了毒计，英国呢如何是忐忑不安，然后又不得不表现忠心。还有的说是美国就是趁着谢尔曼访华期间怂恿英国舰队挑战12海里，让这个美英两方在外交上夹击中国，然后突然中国宣布演习，英国海军马上乱了阵脚，等等，绘声绘色呀，那堪比是《三国演义》呀。但是呢，另一批新闻报道就说明了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是另一个景象。什么景象呢？是美国恰好是反对了英国航母在南沙刷存在。这个话是谁说的？是美国国防部长说的。不过有一些文章这个标题写的也比较夸张说奥斯汀一句话气炸欧洲，跟欧洲有什么关系？内容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开会的时候发表一个讲话，赞许了英国派出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不远万里呢到了亚太地区，和美军进行了高度的这个互动的举措为此感到兴奋。所以呢，这个报道也有点问题并不是彻底反对但是客气一番之后还说了，军事资源存在稀缺性，您就俩航母美国和盟友应该是更好的统筹安排。你英国方面，你这个做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欧洲地区应对俄罗斯去，你应该把俄罗斯黏住，你的力量应该集中在欧洲。你英国人到了这个亚洲来，到太平洋来，到了南海来，你帮不到我美国。所以呢，最后是客气了半天，态度仍然是有一些个不太满意，有些反对。其实稍微想一下都知道，英国海军航母编队根本没有能力和胆量和中国进行任何较量，它毕竟不是美军。就算是留在日本的2艘巡逻舰，那个主炮口径才30毫米，对付中国海警都没有生存能力。这种力量对美国来讲毫无帮助，只是日不落帝国刷一下存在，秀一下所谓大国风范，抢抢美国的风头而已。如果真是美国怂恿英国航母闯中国领海，那问题还麻烦了，因为美军的海军编队的主力又不在周边，真要是双方动起手打起来的话，编队里边那1-2艘英国驱逐舰根本救不了英国航母，自个儿还得搭进去。除了告诉全世界盟友挨揍，美国无能为力，还能说明什么呢？美国为什么要怂恿英国出自己洋相？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美国怂恿英国这个说法来历是什么。其实呢，是华盛顿观察家报有一篇文章说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不是真的特殊，取决于英国政府是否会派军舰进入中国领海12海里范围内，因为美国的盟友们都不愿意干这事儿。其实这个文章里边并没有怂恿，反而是调侃性质，就是别人都不愿意干，你说你跟美国关系特殊，你干一个试试。而且它毕竟是媒体，根本不代表美国政府，经过我们的媒体渲染加工之后，就把一个美国报纸的说法吹嘘成了美国怂恿英国航母闯12海里了。紧跟着后边一系列媒体文章就把英国航母这次行动的目的无限的吹嘘放大起来，包括后来我们看到英国说中国和英国应该是相互尊重，我们媒体呢一裁剪就变成了英国要求闯入中国领海，同时还要求中国尊重英国。那老百姓看了能不怒吗？肯定都炸了。所以这一系列文章这么出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些媒体对网上的消息 Ctrl+C 也好 Ctrl+V 也好，或者是对国外一些消息进行裁剪篡改也好，他们的目的真的是弘扬爱国主义吗？在我看来完全不是，他们只是为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新闻，利用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去骗取群众的愤怒，说到底都是生意。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前提是我们要获取真实的信息。
有客观唯物的心态，才能够做出准确判断，否则就是骗骗自己。对外宣传上用点造势的手段没什么问题，但是对内进行分析的时候，要是也这么干，纯属干扰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们必须有个概念啊，真实客观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清对手，可不是为了对手洗地。我们做任何分析的时候，做评估的时候，千万别让情绪影响了我们的智力。好，关于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怂恿了英国闯入中国的领海12海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